你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吗？你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旅行，虽然语言不通，但是你不用学怎么搭乘当地的大众交通工具，也不用花时间比较怎么租车更划算，因为你早就把旅游行程提供给无人计程车公司，一出机场就有你的专属 AI 司机全程为你服务。你可以在车上滑手机，看 YouTube 影片，吃东西，甚至安心的睡觉。一觉醒来，目的地就到了，你也不用担心行李被偷，因为他们正安全地放在你身后的后备箱里。最棒的是，这种 AI 司机的价格可能还不到私人司机的一半，甚至比传统租车还便宜。你相信吗？这样的生活可能很快就会变成现实。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最近非常热门的话题，特斯拉的 Cybercab。今天是 Mandarin Monday， 欢迎来到 Making Sense of Chinese。Hi, I'm Elena. I've been a Mandarin teacher for over 15 years, teaching everyone from big corporations to major universities. I'm a firm believer that immersion is the real secret to fluency. If you are ready to level up, join my free newsletter at makingsenseofchinese.com for useful lessons to help you speak naturally. Now, let's get back to today's business Chinese lesson. 其实，无人计程车早就不是新闻了。不过，当我看到特斯拉的 Cybercab， 而且还提早2个月开始量产，我还是非常震惊。震惊就是非常惊讶，量产就是大量生产。量产的目的通常是降低生产成本到消费者可以接受的价格，让产品顺利上市和销售。最让我惊讶的是， Cybercab 没有方向盘，也没有刹车踏板，完全依靠自动驾驶。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很可怕，因为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没有方向盘可以控制方向，也不能踩刹车，好像很危险。但是我第一眼看到 Cybercab， 除了震惊，还觉得非常兴奋，甚至开始想，我以后应该会考虑买一台。我之所以看到 Cybercab 就对未来感到很兴奋，其实是跟我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我跟我老公的开车技术都不太好，也很担心开车会发生意外，所以一直没有买车或租车。平常带孩子出门，我们宁愿搭计程车或请私人司机，也不敢自己开车。
如果未来 Cybercab 变得很普及，一定可以帮我们省下很多交通费。对很多人来说，买车其实是一种负担。买车以后，你需要定期付保险费、维修费、油费、停车费等等各式各样的费用。如果是贷款买车，还要每个月还钱。贷款就是跟银行借钱，用来买车的贷款叫做车贷，用来买房子的贷款叫做房贷。换句话说，车子是一种负债，它会让你一直花钱。但是 Cybercab 可能会改变这个观念。Elon Musk 提出了一个概念，如果你把自己的 Cybercab 加入特斯拉的无人计程车 Robotaxi 网路，在你不用车的时候，车子可以自己去载客，帮你赚钱，而且赚的钱还是被动收入。被动收入就是你不用工作也可以持续有收入。比如说，把房子租给别人，赚到的房租就是一种被动收入。当然 Cybercab 的影响不只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如果未来无人计程车越来越多，计程车司机和私人司机就有可能会被取代。不只是司机们会失业，像保险业、汽车维修业，甚至旅游业也可能受到冲击。冲击就是受到很大的影响或打击。不过我自己是比较乐观的，因为对我们这些消费者来说，未来的交通可能会更便宜、更方便，也更省时间。那你呢？你敢坐没有方向盘、没有刹车踏板的 Cybercab 吗？你会想买一台吗？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I hope today's lesson gave your business Chinese a nice boost. You can get the lesson transcripts with pinyin and 注音, a Mandarin vocabulary database, and other study materials at makingsenseofchinese.com/EFP. Ready for the next step? Check out this playlist and keep learning with me. See you there!